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楚楚的频道。今天想请大家设想一个场景，如果你是一位学者，受邀参加一场在对我们不太友好的国家举办的电视直播节目，现场气氛紧张，主持人一上来就抛出一个极具挑衅性的问题，话里话外都在暗示你的国家不行了，得靠着他们才能活下去。这时候镜头正对着你，全世界的观众都在等着你的反应，你会怎么做？是会立刻情绪激动的反驳，还是会陷入对方为你准备好的语言陷阱？这听起来像是电影里的情节，但它却真实地发生在了印度一家主流媒体的直播间里。当时印度主持人就当着全世界的面，把一个尖锐无比的问题甩给了我们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高志凯先生。那个问题充满了傲慢与偏见，中国是不是不行了？现在要抱紧印度的大腿求生存。哇哦！这个问题一出，火药味瞬间就点燃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提问，而是一种公开的挑衅，一种试图将中国置于弱者地位的舆论塑造。很多人可能都以为接下来会是一场激烈的辩论，甚至是中国学者奋力为自己国家辩护的挣扎场面。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高志凯先生只用了一句云淡风轻的话，就瞬间扭转了整个对话的格局，把一场原本为他准备的公开处刑，变成了一场让对方认知溃败的经典教学。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对话？高志凯到底说了什么，能有如此大的威力？谁才是真正需要抱大腿的一方？谁又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别人棋盘上的工具人？今天我们就来复盘这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精彩访谈，看看在这场语言、逻辑和风度的较量中，究竟是谁真正赢得了未来。这场备受瞩目的访谈发生在印度的 NDTV， 这是印度的主流媒体之一。节目的主题是中印关系。在当前这个国际形势下，这个话题本身就极其敏感。中印之间不仅有悬而未决的边境问题，国际上关于中国经济的各种唱衰论调也层出不穷。在这样的背景下，节目组请来一位中国学者，让他和印度主播面对面，摆明了就是想搞一出好戏。果不其然，节目一开始，主持人就毫不客气，单刀直入，抛出了那个极具攻击性的问题：中国是不是在经济上想要抱印度的大腿？他的语气虽然平静，但字里行间那种我们印度现在是香饽饽，你们中国有求于我们的优越感已经快要溢出屏幕了。这个提问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预设的剧本。中国因为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巨大外部压力，特别是关税限制，所以经济不行了，急于寻找突破口，而印度就是中国眼中的那根救命稻草。在这个剧本里，中国是弱者，是求助方，而印度则手握筹码，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权和道德高地。面对这样精心设计的陷阱，很多人可能会本能地开始解释，比如我们的经济没那么糟，或者转而攻击对方，你们印度的经济问题也很多。但如果这么做，就恰恰落入了对方的圈套，无论怎么辩解，都像是在为自己的困境找理由，无形中就承认了自己弱者的身份。然而，高志凯先生的反应却让所有人都惊呆了。他没有丝毫的慌乱，也没有长篇大论的辩解，只是非常冷静、非常简洁地说了一句话：中国已经是全球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朋友们，就是这么一句话，没有情绪，没有攻击，甚至没有抬高自己，它只是一个冷静到近乎冷酷的客观事实。但恰恰是这句话，像一颗定海神针，瞬间改变了整个对话的基调。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它不是在为中国辩护，而是在提醒主持人，也是在提醒所有观众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当你已经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对象时，你还需要去抱谁的大腿吗？主持人原本的预设是想把中国放在一个求合作的卑微位置上，让印度手握话语权。但高志凯这句话巧妙地将立场进行了转换，意思变成了不是我们需要找谁合作，而是你们印度需要思考如何选择自己的位置。这已经不是口头上的反驳，而是战略地位上的重新校准。更关键的是，他说的是一个无法辩驳的数据，是全球贸易的现实。印度可以质疑中国的意图，但无法否认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一瞬间，话题就从一个主观的、充满偏见的
你是不是要求我被拉回到了一个客观的、基于现实的你应该如何看待我的层面上？从那一刻起，现场的气氛就变了。原本掌握主动权的主持人似乎一下子被打乱了节奏，而观众也开始重新审视这场对话的重心，到底是谁在试图掌握合作的主动权，谁才更应该担心自己被世界主流所边缘化。这一段交锋在节目播出后迅速在网络上疯传，很多网友截取了高志凯回应的片段，配上印度世界第一幻想破灭之类的标题。评论区里很多人都在说，这短短一句话简直是神级回应，不动声色的就把整场节目的基调给带偏了。高志凯本人没有任何讽刺或夸张的表达，他只是陈述了一个正在发生的经济现实。中国的外贸结构是稳定且全球化的，中印关系不是谁依赖谁那么简单，而是印度需要认真思考你准备如何处理与一个全球性经济体的关系。这一点也让很多习惯了西方媒体叙事的观众第一次意识到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一直以为印度可以选择站队，但现实却是，在全球化经济的今天，谁又能真正置身事外呢？如果说经济问题还可以谈合作、谈利益，那么一提到边境争议，场面往往会立刻变得剑拔弩张。这可以说是中印之间最敏感、最容易点燃民众情绪的话题。只要一有人提中印合作，马上就会有声音跳出来说，边界问题都没解决，还谈什么合作？在很多印度媒体的报道中，这种情绪更是被刻意放大，甚至被当作评判中国所有态度的唯一标准。果不其然，在经济问题上没占到便宜的主持人立刻抛出了下一个杀手锏：边界争议。他带着一贯的质疑口吻问道，中国在边界问题上始终那么强硬，中印之间还怎么谈得上真正的信任？这又是一个典型的陷阱。按照常规剧本，接下来双方会陷入一轮关于谁先挑衅、谁违约、谁该让步的无休止的扯皮之中，最后变成一场比谁嗓门大的争吵。但高志凯再一次打破了常规，他没有掉进这个对错的泥潭里。他的回答依旧冷静，且极具大局观。他说，今天中印之间的边境问题，很多其实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是两国突然翻脸，也不是某一方单方面制造出来的，而是更早的殖民时期的后遗症。他指出，现在我们争执的很多边界线，当年都是由英国殖民者随意划定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稳，听不出任何情绪起伏，但这句话的分量却重如千钧，因为他不是在简单的陈述历史，而是在做一个至关重要的动作，责任归位。他提醒所有人，当年英国为了自己的战略目的，为了稳住他的殖民统治北线，随意地划出了一些所谓的缓冲地带。这些划线既没有经过中印双方的正式确认，也没有形成长期的共识。但在印度独立后，这些本就模糊不清的线条却被当作默认的国界继承了下来，争议的种子就此埋下。高志凯的意思非常清晰，我们现在争论的很多东西，根源上就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既然问题的根子不在今天，那么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不能只靠互相指责。他接着说了一句充满哲理的话，历史不能被忘记，但也不能成为我们停止向前走的理由。这句话一出来，现场紧绷的气氛明显缓和了下来，因为他跳出了谁对谁错的纠缠，试图让对话回到一个更现实、更具操作性的层面。他非常直接地指出，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伟大国家，如果一直被殖民者留下的历史问题卡住喉咙，那是对自己未来发展机会的极度不负责任。更何况，如今两国共同面临的挑战早已不是地图上的一条线、几个山口那么简单，而是在全球格局剧烈变动中，如何守住自己应有的位置。他强调，这并非回避分歧，而是要把分歧放在一个更合适的位置去处理。我们不能因为存在争议就停止一切对话，更不能因为历史遗留了问题就把未来也彻底锁死。这时候，主持人沉默了。因为高志凯提供的这个视角完全超出了他准备好的那种攻防逻辑。在这场访谈之前，大多数人预期的可能是双方在边界问题上唇枪舌剑，互相给对方贴标签。但高志凯的这番话等于是在说，我们都先别急着贴标签，让我们先把问题的本质看清楚，
再想办法一起往前走。节目播出后，这段回应同样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有评论说，难得听到一个不是站在情绪上说话的人能把边界问题说得这么透彻。还有一条高赞评论写道，印度媒体总是回避一个最关键的事实，当年到底是谁划的线，这笔账从来就没算清楚过。这些讨论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在很多公开平台上被压制了。而高志凯在直播中的这番话，等于把这些被刻意回避的问题重新摆上了台面。他没有把责任推给印度，也没有试图为谁洗白，他的立场更像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在提醒两个当局者，我们都在处理一个历史留下的烂摊子，但不能因为这个烂摊子就放弃了所有可能让大家走出困境的道路。他最后说，边界问题敏感没错，但敏感不等于无解。真正决定问题能否解决的，从来不是地图上的线，而是谈判桌上双方的决心。这番话说完，节目的气氛开始转向了对未来可能性的探讨，而不再是单一的责问。随着对话的深入，主持人又抛出了一个新的话题，试图展示印度的战略优势，多边结盟。他的意思很明确，我们印度现在可是左右逢源，既参加了有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上海合作组织，也参加了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在内的四方安全对话 Quad， 我们两头下注，灵活机动，选择权在我们手里。这套说辞听上去确实很聪明，也是印度官方经常宣传的战略自主。但高志凯没有正面去评判这个策略是对是错，他巧妙地换了一个角度。他说，如果你要保持平衡，首先得看清楚天平的两端到底给你带来了什么。紧接着他举了一个非常现实，甚至可以说是让印度人有点尴尬的例子。他说，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印度的态度可一点都不客气。他们不仅对印度的出口商品加征了高达 50% 的关税，还公开批评印度经济是死经济。朋友们，这不是渲染，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实。当时美印之间确实因为贸易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美国单方面取消了印度的普惠制待遇，导致印度大量的出口商，特别是纺织业和化工产业，遭受了巨大冲击。更讽刺的是，美国一边在经济上毫不留情地打压印度，一边又在舆论上高喊印度是其最重要的战略伙伴。这种前后矛盾，说一套做一套的操作，确实让人难以解释。高志凯随即话锋一转，进行了对比。他说，中国虽然和印度之间也有分歧，甚至在边境问题上有摩擦，但我们从来没有像美国那样直接在经济上对印度进行打压。即使在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中方在贸易上依然保持了克制，从未搞过什么经济制裁、技术封锁，更没有使用过侮辱性的外交语言。他讲这番话的时候，语气依旧平静，但逻辑却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问题的核心。他没有说中国比印度强，也没有要求印度必须选边站，他只是在提醒一个基本事实：如果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那你选的那个合作对象到底有没有真心给你提供发展的空间？经济合作归根结底要看谁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不是靠喊几句口号、开几次论坛就够了的，而是要看谁在市场上真的为你打开通道，在产业上愿意与你共享技术，在关键机会面前不把你当成可有可无的后备轮胎。这番话里其实包含了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中国确实有可以拿出来与印度合作的优质资源和技术。第二，主动权其实也在印度自己手上。你可以继续在中美之间保持所谓的平衡，但你得自己算清楚这笔账，谁在让你真正受益，谁又在让你不断受伤。高志凯没有说中国是唯一的选择，但他明确地提醒印度，你可以搞多边结盟，但不能自欺欺人。如果表面上说是合作，实际上却是在帮别人消化战略成本，那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美国对印度的战略布局更多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需要印度去牵制另一个大国，但在经济层面，他们并没有给予印度太多真正的支持。这一点其实很多印度民众自己也看得很清楚。节目播出后，不少印度网友就在社交平台上留言，其中有一句话被反复点赞：美国说我们是战略伙伴，可一有事就第一个给我们加关税，还说我们没救了，这是朋友该干的事儿吗？
这类评论的出现，说明观众在现实中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高志凯提到，一个真正的合作关系是能帮助你提升自己，而不是拿你去平衡别人的。这句话说的不高调也不空洞，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崛起的国家来说，发展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有人能带着你一起上台阶，那叫合作；如果有人只是把你当作棋盘上的一枚棋子，那不叫合作，那叫代价。节目的这一段几乎成为了全场的翻盘点，前面还在讨论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信任问题，这里突然就转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账本上，每一笔都算得清清楚楚，也就让观众更容易做出自己的判断。最妙的是，高志凯整个逻辑链条干净利落，用的全是数据、政策和过往事实，没有煽动情绪，只有冷静对比。当主持人再次强调印度在国际多边舞台上的活跃度，比如参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与美日澳搞联合军演等等，试图将印度描绘成一个手握众多选择权的大国时，高志凯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也更尖锐的问题。他没有直接否定印度的外交成果，而是问了一个不容易回避的问题：你确定在这场多边布局中，印度真的是伙伴，而不是被当作棋子吗？这句话不是情绪化的指责，而是一种战略层面的提醒。他提醒印度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在这些所谓的战略合作中，你到底是坐在棋盘边上规划路线的棋手，还是被别人推到前线去挡枪的那枚棋子？他进一步指出，这些多边机制在某些国家的眼中，本质上就是一种制衡工具。他们拉拢印度，并非真心欣赏印度的发展潜力，而仅仅是因为在当前的地缘格局下，印度在地理位置上恰好位于关键节点，并且在政治立场上愿意保持一定的开放性。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很容易让印度陷入一种虚假的自信之中。高志凯说，这种棋盘思维是某些大国一贯的操作方式，他们从来不真正关心合作对象的发展诉求，更在意的是如何利用你来打压另一个战略目标。他们嘴上说着要维护规则，加强区域安全，但所谓的规则是谁制定的？安全又是为了谁的安全服务？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当你以为自己正在参与制定规则时，很可能你只是刚好被规则所需要的那一部分。节目播出后，这段发言在印度国内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些印度媒体开始反思，有文章就提出质问：我们到底是想成为一个有主导力的地区大国，还是愿意在别人需要时随叫随到，成为随时可以被替换的地缘炮灰？这种反思说明高志凯的话确实戳到了痛点。事实上，亚太地区的紧张氛围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些外部势力一手造成的。他们不断在这里推进对抗性的部署，制造安全焦虑，逼迫区域内的国家选边站队。而印度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既想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又想满足各方的期待，结果就很容易陷入一种被动参与的状态。高志凯的这段话正是对这种战略氛围的清晰提醒。他没有否定印度有能力进行自主外交，他只是在告诉对方，你的独立性不能只靠多参加几个会议来证明，更要看你有没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坚持自己的核心利益。在今天这个大国博弈的时代，谁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谁就能争取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否则，一旦失去了对节奏和方向的掌控，即便你看起来参与了很多事，实际上也只是充当了别人牌局里的一张牌而已。在访谈的后半段，高志凯没有停留在批判和解构上，而是将话题带回到了一个建设性的核心问题上：中印两国到底应该如何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展开真正有效的合作？他并没有回避分歧，反而再次强调，边界争议确实存在，而且短期内难以完全解决。但他更关注的是，在这些暂时无法化解的问题之外，我们能否找到真正能够推动两国关系前进的现实路径。他说，我们不能因为边界问题就停下整个关系的进程。任何成熟的国家关系都不是在一切条件都完美无缺时才开始合作的，而是在困难和挑战中不断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基于这个判断，高志凯非常具体、非常清晰地提出了中印双边合作的5点建议。第一，贸易开放。
他建议双方在不触及敏感领域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非关税壁垒，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中国市场巨大，印度制造也很有潜力。如果能在农产品、医药、纺织等领域建立协调平台，就有望改善目前贸易结构失衡的状况。第二，科技对接。他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高端制造等领域已经形成了很强的竞争力，而印度在信息服务、软件工程等方面也具备独到优势。他认为，技术合作是价值最高的合作方向。如果双方能共建联合实验室，联合培养人才，就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双方技术能力的共同提升。第三，边界冷处理。他提出，边界问题不应该被无限上纲上线，更不应该长期作为舆论焦点来消耗政治资本。双方可以参考历史上的实控线管理经验，定期举行军事对话，建立快速联络机制，在不妥协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将问题冷处理到可控范围，避免偶然的冲突演变成不可逆转的战略误判。第四，民间交流。高志凯强调，国家间的信任不是靠政治声明堆砌出来的，而是需要坚实的民间基础来支撑。他建议恢复并扩大中印高校之间的交流项目，鼓励艺术、电影、文化等领域的非官方互动，尤其是在青年和教育层面形成长期互访机制，为两国关系注入稳定的非政府因素。第五，区域安全协作。作为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中印有责任共同维护区域的稳定。他建议，在未来条件成熟时，双方可以在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比如反恐、网络安全、自然灾害应对等方面，探索建立联合演练机制，以减少误解，建立最基本的战略默契。这5点建议并非空中楼阁。高志凯还特别提到了一些已经有过的合作实例来证明其可行性。比如，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印在疫情高峰期曾就疫苗供应链展开对话。在通信科技方面，一些印度企业曾与中国的 5G 设备商进行过初步的场景测试。在环保能源领域，中国企业曾向印度提供了大量光伏设备，推动了印度多个地区的太阳能发电项目。这些实例都说明，中印之间不是没有合作的基础，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继续往前走。高志凯最后指出，今天这个世界早已不是靠几句友好表态就能维系关系的时代了，任何国家关系的基础最终都要回到利益这2个字上。如果中印能够建立起稳定务实的合作通道，那么即使边界问题依然存在，即使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两国关系也依然有希望。当主持人追问到所谓中印科技脱钩的可能性时，高志凯给出了一个非常自信且开放的判断。他说，中国在某些关键领域确实已经有能力带动合作伙伴一起往上走。如果印度愿意，我们可以是搭梯子的人，而不是设置门槛的人。这句话的背后是中国清晰的科技实力。他提到，中国在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图像识别以及半导体制造、通信设备、新能源应用等多个前沿领域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并且形成了成熟的工业体系。比如，中国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落地。在芯片制造方面，虽然面临外部压力，但在多个技术节点上已经取得了连续突破。而在新能源领域，中国的光伏、风能等技术更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些都不是停留在实验室里的成果，而是已经大规模投入商业化、产业化的成熟体系。高志凯认为，印度在软件开发和算法设计上具有优势，但硬件制造能力相对薄弱，这导致了技术潜力存在，但落地能力不足的普遍现象。而中国恰好拥有从设计到量产的完整产业链，如果双方能够对接，确实有可能帮助印度补上工业化的短板。他特别强调，这种合作应该是平等的资源互补，而不是单方面的灌输。他说，真正成熟的技术协作，不是你来学我怎么做，而是我们能不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找到交集，让彼此都受益。这段话在节目播出后，也引起了不少印度年轻观众的共鸣。一位印度工科大学生就在社交平台上评论说，我们希望国家强大，但也知道自己还有很多基础没打牢。如果总是抗拒外部的资源支持，只会把自己困在封闭的循环里。
拒绝合作就是自动退出新时代的赛道。这说明印度年轻一代中务实和开放的声音正在逐渐形成气候。随着节目接近尾声，主持人的提问也愈发刁钻。在经济和边界问题上都没能占到上风后，他将焦点转向了多边机制，特别是中国近年来力推的上海合作组织。他的问题很直接，如果上合组织连中印之间最核心的信任问题都解决不了，那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难道不就是一个缺乏实际作用的政治秀场吗？这又是一次典型的立场陷阱，试图将中印的双边分歧与上合组织的功能缺失画上等号。但高志凯没有回避，他甚至没有急于为上合组织辩护，而是把问题巧妙地抛了回去。他说，作秀的不是组织本身，而是你们对组织的态度。这句话不带攻击性，却切中要害。他指出，上合组织成立20多年来，影响力早已突破了中亚，越来越多国家主动申请加入，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价值。接着，他点明了上合组织的核心功能。他从来没有承诺要解决所有成员国之间的双边争议，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提供一个底线框架，即使成员国之间存在矛盾，也能保持对话，防止冲突失控。它是一个对话平台，而不是替代国家意志的裁判所。换句话说，它的价值不在于解决所有问题，而在于不让最坏的情况发生。然后他将矛头引向了印度自身。他说，你们不是不信任上合，而是始终没能决定是否真正信任多边协作本身。这句话将讨论的层级从组织功能上升到了印度的战略文化。他在暗示印度的问题不是组织不可信，而是他自己始终在犹豫，要不要全身心地参与到多边合作中去。这番言论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很多人开始反思，为什么印度总是在国际组织中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姿态。高志凯强调的多边机制底层逻辑是，信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来源于长期的参与、妥协和协调。如果一个成员长期处于防备状态，那么他的收获注定是有限的。在整个访谈过程中，高志凯先生的风度也令人印象深刻。主持人一再使用带有压迫感的提问方式，甚至多次打断他的发言，试图主导对话节奏。但高志凯从头至尾都保持着冷静和克制，不插话，不打断，不讽刺。他用陈述代替反驳，用信息代替态度。当被主持人打断时，他会停顿片刻，等对方讲完，再继续推进自己的逻辑。这种不给反应的处理方式，恰恰展现了一种基于内在稳定的强大自信。他没有去赢得场面上的胜利，但他却赢得了观众的尊重。有评论说，强弱不是靠谁声音大决定的，真正让人信服的是信息量，是节奏感，是表达背后的自持。这才是一个成熟大国在国际交流中应有的风范。在访谈的最后，高志凯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直指印度国内舆论的核心。近年来，印度媒体和政界构建出的那种赶超中国的宏大叙事，是否建立在足够扎实的现实基础之上？多年以来，印度国内持续输出一种新世纪崛起的国家形象，频繁使用全球第三极、下一个世界工厂等说法，尤其是在与中国的比较中，更是充满了情绪化的表达。然而，高志凯用极足冷静的数据回应了这种过度乐观的叙述。他指出，无论是以购买力评价计算，还是在绝对 GDP 总量上，以及在基础设施、工业体系、科研投入等关键指标上，中印之间的差距仍然是显著的。他说，现实并不会因为语言的包装而改变。他明确指出，印度的市场潜力和人口红利不容小觑，但潜力不等于现实，更不能把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当作是眼前已经取得的地位。他提出，任何国家在崛起阶段都必须保持战略清醒。如果过度依赖这种幻想式的叙事，可能会导致国家政策脱离现实，最终在遇到挫折时，整个社会都难以接受。他最后非常克制地总结道，愿景很重要，但不能遮蔽现实。我们不是拒绝对方成长，而是不希望在一种失衡的认知中浪费掉本可以共赢的机会。这句话既指出了问题，又保留了体面，可以说是对中印关系现状最冷静也最精准的定位。好了，朋友们，
今天我们复盘的这场精彩对话就到这里。从始至终，高志凯先生没有一句激烈言辞，却用事实、逻辑和风度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沟通。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咄咄逼人，而是从容不迫；真正的自信不是高声辩驳，而是冷静陈述。那么，对于一个国家的崛起，您认为什么更重要呢？是实实在在的硬实力和稳步发展，还是高昂的国民情绪和舆论场的强大叙事？如果您认为是前者，请在评论区回复1；如果您认为是后者，请回复2。当然，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更详细的看法。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请千万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这里是楚楚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